大家好，欢迎来到跨界茶话间，我是阿峰。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这不仅是一位大师的离世，更是香港文化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有人说，时光是最难捕捉的东西，但蔡澜却用他的生活和作品，把这一段时光留下了烙印。这位香港的四大才子之一，既是电影的先驱，又是美食界的巨琼。最重要的是，他那种对生活的态度让人无法忘怀。蔡澜的去世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消逝，但同时这个故事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揭开这些谜团，看看这一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个电影人成为了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蔡澜这个名字在香港甚至华语区都无人不知。他出生于新加坡，早年就显露出对电影的热爱。年仅16岁的时候，他就远赴日本留学，专攻电影。回到香港之后，他加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邵氏电影公司，开始了他在影视界的精彩旅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成为了电影制作的重量级人物，还开创了成龙电影盛世。但是蔡澜的故事并不仅仅局限在电影界，随着他的转型为作家，他的笔触也开始影响这一代人。1989年，蔡澜跟黄沾、黎康一起主持今夜不设防，成为了经典，开创了港台清谈节目的新风潮。但是他并未止步于此，随后他还转向了美食领域，成为了一位深入人心的美食评论家。在他的节目《蔡澜人生真好玩》当中，他的幽默跟睿智让观众深深感动。尽管如此，蔡澜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近年来他的身体状况逐渐下滑，但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幽默风趣的风格依旧让人心生敬佩。然而他的去世却在不经意间揭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香港文化的变迁。蔡澜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他的创作不仅体现在电影当中，更是在每一个他触及过的领域当中。1992年，蔡澜跟黄沾、黎康共同主持的《今夜不设防》这个节目，不仅是华语地区的一个经典，还成为了香港电视历史上面的一个重要标志。节目以其开放真诚的态度吸引了大量观众，并打破了传统综艺节目的框架，让更多人看到了香港电视的多元和创新。然而这样的创新精神却未必能够在当前的娱乐圈当中重现。蔡澜跟黄沾、金庸和黎康并列为香港四大才子，这四位人物的成就和影响力无人能及。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不仅塑造了香港的文化面貌，也对整个华语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这些文化巨琼的一一离世，香港的文化也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的市场竞争，还来自内部对于传统文化的忽视和疏远。黎康的离世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黎康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不确定性。曾经他因为心急救妻而不慎跌倒，髋关节骨折需要手术，这一事件让他的健康情况急剧下滑。出院之后，他很少再次公开露面，并且只能依靠轮椅代步。然而尽管如此，蔡澜依然保持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他仍然在社交媒体上跟粉丝互动，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情，甚至面对身体的困境时，他也不忘幽默的对待。蔡澜曾经在一次节目中表示，对于死亡他并不恐惧，反而觉得如果能够不知不觉地离开，倒是最理想的方式。然而他对死亡的态度却让人不禁思考，对于这样一位大师来说，他的离世是否早已是注定的？他是否早做好面对生死的准备？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探索和思考，这是否也是他早达到内心平和的原因之一？蔡澜的事业范畴并不仅
局限在电影，他的多才多艺让他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全能人物。从电影制作、作家到美食评论家，他的每一个身份都是他多元创作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对于生活有了不同的体悟。他曾经在访问中表示，人生就是要隐隐实实，而面对人生的意义，他认为不必过于执着。蔡澜的这种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无数人，无论是电影圈还是饮食界，他的作品和思想都能够带给观众深刻的启发。但有一点让人不禁疑惑，这样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巨星，为何能够在所有的领域都如此出色？他究竟有哪些秘诀和生活的哲学，能够让他在如此多的领域中游刃有余？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能够完全解答。如果我们回顾近年来的文化变迁，可以发现很多曾经的文化巨雄相继离世，金庸、黄沾、倪匡这些名字都是香港文化的代表。然而，随着这些文化人物的离开，香港文化似乎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如今，香港的娱乐业虽然依然活跃，但却少了一些往日的光辉。这不禁让人反思，当今的文化圈是否已经无法再诞生像蔡澜这样的全能人物？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在美国，很多的文化领袖的离世也带给了文化的巨大变革，无论是影视、音乐还是书籍和艺术，这些领域都在不断的重塑自己。而在全球的背景下，这种变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蔡澜的离世是否也代表着香港甚至整个华语区的文化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转型？当然，蔡澜的生活也充满了趣味和幽默，他的美食节目总是带着一丝调侃和自嘲，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他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无论是他对食物的细腻品味，还是对人生的哲理，他总能以一种幽默的方式传达给观众。这样的态度也让他在娱乐圈中拥有无数的粉丝。然而，这样的幽默是否也隐藏着他对生命更深的反思？蔡澜的幽默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这些问题或许只有了解他的真实故事之后才能找到答案。蔡澜的去世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让他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现实。然而，他的态度却依然乐观。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自己对于死亡没有太多的留恋，甚至希望能够安详的离去。他的这种态度让人感到既悲伤又敬佩。对于蔡澜来说，死亡并非是一个恐惧的话题，反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蔡澜的一生，无论是电影、写作还是美食，无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的去世无疑是香港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但他留下的精神却将永远激励我们。蔡澜的一生教会了我们很多宝贵的道理：人生短暂，应该珍惜每一刻，活得有意义，同时也要学会接受生命中的变化。面对死亡，不必过于恐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活得真实，活得自在。我们用4句古诗来总结：一生行乐在心头，老去何须怨多愁。有情世事皆成空，任它风起心自忧。如果你也曾被蔡澜的生活和精神感动过，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并记得加入跨界茶话间会员，一起支持我们的频道。